林姐，不用担心。这是我的亲人，能让我来做这台手术吗？程医生，你是不是有点太……对不起，小陈，让小金做吧。好，那林姐，咱们去准备手术啊，扶你，慢点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让一下啊。 以你们的关系，他应该选你才是啊，为什么选建武啊？准备入射，倒影。注射完毕。 眼动脉区域空白，没有血液供给。焦细酶30万单位，准备溶栓。看吧，果然还是溶栓了。剂量不高，怎么不够？因为患者还年轻，短时间内大量尿定酶冲击问题不大。当务之急是尽快，再加30万单位。 导引机，溶栓尿激酶。多少了？打了30万单位了。导引。 行不行啊，江二哥？不行我们上啊。再加30。前方堵塞的很厉害，你在代谢终身后，玻尿酸打分子无效。我是不是真的要失明了？别担心，林姐，我在想办法呢。用。连自己都需要编旧态，不会说嘴皮子的东西。理智。借你的小艺人用。 让开，你做不了的。看好了，金二哥，玻尿酸大分子有微导管抽吸，力量太小抽不出来，所以要用粗微导管。
登记。3个小时了，要在4小时之内痛快才能保住右眼，你自己说的。安静。怎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还是你又想上台救场啊？动手！成了。还没完，要看造影的效果。林姐，可以睁眼睛了。林爷，没事了。杨金梅注射2节多，术后助力护理就行。辛苦了。压迫止血吧。扎布，给我用血管闭合器吧。林爷，那个很贵。你当他是穷护士啊？人家可是医美大老板。想起你爸爸了，按压止血。那年我妈心梗，要做心脏支架。部主任问我要不要用血管闭合器，需要血管闭合器吗？我来压迫止血吧。可以的。好。血管闭合器术后4个小时就能下地，但当时要1000多，等于我小半个月的工资。你爸爸看出我的窘迫，就主动给我妈按压止血。你让我想起你爸爸，你们俩都是好人。知道刚才我为什么选小金不选你吗？不是因为我对过去事情心存芥蒂，我在想啊，
呦，我这眼睛瞎了，不能下在你手上。你是陈医生唯一的亲人，就等于也是我的亲人。你爸爸是位好医生，你要学习他，你不能全向他。说曹操就到啊！你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人，看谁来了？说说吧，拿个这么大的箱子，又想会我们什么呀？那个，我是来和你们告别的。告别？公司要不行了，董事长找我回去。因为万圣国际的事吧？忙活几个月，被人抢线。前期的投入全都打了水漂，听说已经有很多医院在接触万圣国际，他们用这次的前列腺介入手术做敲门砖，打开了国内市场。一旦万圣进来，我们所有国产耗材公司就都……郑医生，这里全部都是介入耗材。有我们公司的，也有我另外买的进口。本想着是给您备着，以便不时之需。现在我要走了，箱子留给您。坦白说，作为一名医疗代表，遇到您这样的医生，真是挺头疼的。不过，作为一名保不齐哪天就会生病的普通人，世上还有您这样的医生，真是太好了。郑医生，加油！诸位，永远海城见。你怎么不留他呀？咱不是决定有国产导丝了吗？没有时间，无法判断这个想法是否可行，手术是否能够成功。必须成功，我加你那就是干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有什么呀？你说导丝像孤独的箭，但我觉得导丝像群游的鱼。水流就是血管，单刀解牛，那不是介入，那是外科手术。鱼群穿珊瑚，遇水流针，遇同半臂，遇胸弦等，遇肾流锥，这才是介入。你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但你这么吟诗作对不累吗？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你能不能说点正常人能听懂的话？早点休息。哎，别，哎，你再给我做手势，挺好听。你干嘛呀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啊？普金豆。秦令人要开除你和郑人，否则就撤资。那边虽然咬得很紧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攻克前列腺介入新术式，
好好一起并肩作战吧。占据半壁江山的是心脏介入，其次是神经外周血管介入耗材。为鲁道夫做前列腺儿特制的那条生产线就是用来浪费的，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后就可以丢一边了。我认为万胜的重点还是在心脏导管支架的份额，失掉长风站稳脚跟。我对长风再熟悉不过了，看我的吧。你是内奸？内什么奸啊？我跳槽了。昨天你还在催我。我本想着你要能成，我还留在长风。谁知道国内那帮医生这么没用，输给老外。我总不能跟着破船一起沉吧？赶时间不说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知不知道万盛进入国内市场之后，长风会倒闭，大量国产耗材公司都会死？市场竞争，强者胜，很合理啊。强者胜的后果就是中国再没有自己的耗材公司和生产线，所有手术耗材都要依赖进口，手术成本大大增加，手术费用要翻好几倍，会有更多人看不起病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少拿不转发不是中国人那套来道德绑架我，都是替人打工混口饭吃，有饭吃才是最重要的。彭总好。好。老大，不好了，我们直播鲁道夫教授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，因为用的是万盛的耗材，引起了爱国医生的逆反，他们全部都在下面留言，还找黑客攻击我们的服务器。爸爸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新猎园会成为中国最好的医学交互平台吗？哎，吃饭了吧？王龙说发现一家很特别的馆子，想带咱俩去尝尝。哎呀，我知道，问题还没解决，我不配吃饭，我只有回来的。刚才北大空主任给我打电话了，说王衍山术后第3天出现膀胱无力，尿潴留排不出，得继续带着尿管。真的？还真让你给说中了。王衍山想找医院重新手术，并且孔主任答应提供练习的地方给我们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练起来吧。不吃饭没关系啊。自从认识你天起，我就已经跟吃喝玩乐分手了。走吧，手术狂狗。7分钟5分操，小肚子不见了。此时我们的腰呢，要贴近垫子。哎，对，棒棒的。什么？那帮 loser 还没放弃？郑人、苏云，又是他俩。用长风导丝，且不说国产导丝没有优势，就那2个毛头小子，还能比鲁道夫教授做得更好。他们这么折腾，相当于为万盛的新导丝扩大了宣传，我还巴不得呢。苏云，君子报仇，等着吧。收拾呢？啊，听说你今天复诊的结果不错啊。啊，气色看起来也不错。是啊，天天住在乡下，晒晒太阳，下地种田。种田？承包了几亩地，租了辆拖拉机，
自己耕耘，自己播种。不过，我错过了雨季，今年恐怕是颗粒不收了。不过，但我明白了一点，真要当个好农民，也很不容易啊。是啊，有时候我们把事情都想得简单了。所以啊，要帮忙吗？我相信，等明年再开春的时候，你一定积攒了很多经验。如果没有今年的这次尝试，就不会有明年。我也一样。今儿精彩了，郑大拿 VS 金大拿，想想都刺激。而且2位都用的是国产导丝，感觉像高科技世界权威挑战，顶！还有更顶的，你知道郑哥今儿患者是谁吗？谁啊？王远山。我的天！本来我以为这手术已经够难的了，哎，这王远山还没看2度啊！如果成了，一战成名；如果败了，那之前的积蓄都完了。同志，坐吧。同志，哎，真是没想到啊，鲁道夫教授的手术到底还是失败了。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啊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它是堪比 TIPS 的手术术式，业内也都在摸索之中。就算是鲁道夫教授的术后患者有并发症，也不算失败，顶多算是差一点。但是，这也给了我们追上去的机会，是吧？看这2台手术吧。郑哥的手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干净利索。金药无眼快，但我还是觉得他们挑战鲁道夫有很大的难度。奇怪了，郑哥做肝癌介入手。在疼了。
金耀武到达跟鲁道夫一样的位置了。真的，他居然真用国产导丝到达了万圣导丝的位置。金耀武这是要突破鲁道夫的位置，还要继续往前。请问能够弥补天赋？医学，不是数学。这是要停了。 金二哥想继续往下走啊！哎，听明白了。哎呀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那毕竟材料差距摆在那儿。小金的这台手术比鲁道夫教授做得好。没错，而且咱用的可是国产导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用技巧弥补了材料上的差距，对吧？孔主任，还是你指导有方。我没做什么，是他自己努力呀。 但是止步于此的话，术后还是会出现跟鲁道夫教授一样的后遗症啊。话多了。云哥这边是干嘛呢？苏老师。 怎么换了一个这么粗的导丝啊？他这是采用零夹角手术时的开通术，可这么粗的微导丝，大概率会造成分支血管的损伤，造成术中出血呀。年轻人有魄力，胆子够大的。金耀武那边已经栓塞完毕了。加油。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鱼穿珊瑚，大头鱼，你可别笨的把这珊瑚给穿崩了。我认为最笨的是记着草绳的鱼。别以为我听不懂啊！苏字的繁体字就是草额加一个鱼字，什么破梗？你是做了多少件手术才做到这样啊？这么久，这也太精准了呀！就现在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一个全新的术式，